1987年，14岁的宫泽理惠在三井不动产的电视广告里饰演了一个转校生。他对着镜头说：“我刚搬到朝日丘，我叫百鸟粒子。”这个房产广告里没有景观、装修和周边配套，他只负责一件事儿，让大家明白搬家意味着家庭升级、孩子成长，进入更上层的社区。所有中产都已经上车了，你上不上？这里 Simbiz， 我是儿童。小东西大时代，上一期泡沫24小时，我们看了昭和男儿在1天之内怎么拼命挣钱，这一期是挣钱之后一张让你千金散尽的泡沫房产图。从85年广场协议开始，全日本的1亿中产比所有人类更早提前进入了土地崇拜，买房买楼。当时银行除了高额房贷，还推出了跨越世纪的2世代还款计划，就是儿子帮老子还贷款。全网都知道当时东京地价能买下整个美国，那到底怎么买？没有人说。楼市泡沫的3次高能反转是怎么埋下的，也没有人说。所以这一期我们继续深度挖掘昭和商业，用日本看世界。85年东京都的售楼小姐在介绍房产的时候都不用讲什么设计理念、社区环境、交通便利，她只要说一句再等1个月可能就不是这个价了。一听到这个结论，当时的中产家庭会马上拿出所有存款，再把未来30年的工资全部押上。倒不是因为房子便宜，是害怕再不买就永远买不起了。最后他们买了一套60多平米的公寓，在85年这套公寓差不多是2600万日元，按当年的汇率是11万美元左右。如果还想买一块80平米的地，盖一栋90平的一户建，按每平价格40万日元来算，地3200万，房子900万，合计4100万，当年折合是17万美元左右。当然这是官方均价啊，如果你要到目黑或港区的南青山就更贵了，每平从60万一直到135万，一块100平米的地，房子还没盖，价格就先跨过了1亿日元，折合下来达到了42万美元，这才是1985年啊。但同一年，美国一套独栋住宅的中间价也就8万美元，房子面积接近150平，价格还包括了土地，哪怕放到当时的纽约、波士顿、新泽西，也只要11万美元左右。日本人花相同甚至2倍的钱买到的房子更小，地也更窄，但他们还是要排队炒房。当时除了在东京炒，连新泻县的苗场、汤泽的滑雪度假公寓都被抢爆了。泡沫并不只是发生在东京。1982年上越新干线开通，汤泽町开始一点点变成了东京的后花园。87年还有一部电影叫《带我去滑雪》上映，充满了时尚、自由和年轻人的恋爱，但从商业角度看，他向观众兜售了一套完整的泡沫中产消费方式，公司白领、私家豪车、名牌滑雪装备、各种通讯电子、圣诞节和情人节旅行，最重要的是周末离开东京去雪山滑雪。后来 JR 路东日本把这一部电影重新拿了出来，但名字被改成了请用新干线带我去滑雪。那干新干线什么事儿？88年前后，日本人口是 1.2 亿，但滑雪人口达到了1800万人。汤泽离东京很近，有滑雪场和温泉，日本度假公寓接近 40% 都在汤泽町。一个几万人的小镇一下子成了度假公寓的集中地。到了泡沫高峰期的89年，大家可以猜一下当时汤泽公寓1平米多少价格？1平方米超过60万日元，有些大户型卖到一套5000万日元以上，远远超过了东京很多地区的公寓。85年到91年短短6年，汤泽卖出了将近1万套度假公寓，热海也卖了8800套。昭和中产冬天买雪山，夏天买海景，这些还都是每年只使用几个周末的公寓而已。那一个雪山小镇为什么会通过新干线突然就变成了东京的后花园？80年代的泡沫高峰并不是凭空长出来的，这背后其实是一个日本著名的计划，那就是日本列岛改造。这个计划的背后是一个从新系走出来的日本政治家，他只有小学毕业，但他却告诉全日本，未来财富不应该全在东京，只要铺设新干线和高速公路，把工厂、城市和人口重新在地图上布局，那些被遗忘的地方都会变成新的境况。这个人就是日本传奇首相田中角荣。田中角荣本来想通过铁路把财富从东京搬到地方，但他没想到的是，第一个顺着铁轨摸到地方的不是工厂，也不是返乡的年轻人，是地价。当时民间还流传过一句话，叫跟着田中走，
废土变黄金。为什么？1972年，田中角荣出版了一本叫《日本列岛改造论》的书，听起来有点像枯燥的政府白皮书，但就是这本白皮书卖掉了100万册。书里展现了一个20年的宏伟蓝图，田中要在全国铺设上万公里的新干线和高速公路，把工业从东京直接搬到地方，让全日本农民不用背井离乡，都可以在家门口打工。这是多么美好的理想啊！但问题是，当时的日本人眼里并没有政策和理想，他们看到的是一张赤裸裸的发财藏宝图。第一次的反转来了，这本书刚出版就被全日本的投机客当成了炒地指南。田中角荣出生在新系的农村，没有上过大学，年轻时在东京做一些土木生意，后来从政，经历过无数斗争，一步步走到高位。他比那些东大毕业的精英官僚更加了解民间的不易。当时的东京其实已经挤得喘不过气了，所以田中的做法也非常简单粗暴。你们不是都爱往东京跑吗？那就修新干线，修高速公路，把实业搬到地方，再用交通和通讯把整个日本全部重新连一遍。这套打法本来是为了平衡社会资源过密和过疏，但计划刚刚公布，先行动的不是工厂和实业，是买地的人。这些人一下子就听出了弦外之音。首相说未来会开发的地方，今天是荒地，那明天绝对是商业区。今天1平方只要几千日元，只要铁轨进来，价格就会翻上10倍甚至100倍。他们买的哪是土地，他们赌的是国家要花出去的预算。这就是日本第一次大规模的列岛改造热，别称列岛炒地热。从72年到73年，光土地和股票产生的账面财富等于日本 GDP 的2倍。当时田中的老家新舄县是个冬天被暴雪与世隔绝又穷得叮当响的地方，但在列岛改造的招牌下，新舄成立了一个庞大的田中政治后援会，就是后来的月山会。月山会的成员大部分是当地农民，以前冬天种不了粮食，他们只能去东京打工。但现在消息灵通的月山会干事提前告诉了农民，你这块地千万不要卖给别人，国家马上要在这儿修铁路了。然后三井、三菱这些大手拿着巨资进场高价收购。昨天还在泥地里插秧的农民，今天摇身一变，银行账户里突然就多出了上千万甚至上亿日元。田中其实在政治上非常深谙人性，企业、建设行业和当地选民都从这里得到了利益，他们自然会支持那个带来利益的人。于是预算变成了工程，工程变成了地方支持，地方支持再变成国会议员。这些议员聚在田中身后，就成了后来日本自民党里最庞大的权力集团之一——田中派。田中的愿景是用20年时间解决地区资源的不平等，但人的贪婪和资本的狂暴是永无止境的，这也是故事的第2次反转。这些靠卖地一夜暴富的民众和炒地客完全没有把钱投进实体产业，他们转手把这些钱又投回了东京股市和房市，财富不仅没有流向地方，反而加速了向东京狂奔。所以这种跟着田中走，废土变黄金的奇迹在新舄、汤泽、东北地区接连上映。农民都不再种地，因为种一辈子地还不如国家在你的私人地块上画一条红线。这也导致了全日本的房地产商、商社，甚至是地方上的有钱人，人手一本列岛改造论。大家就像玩寻宝游戏一样，拿着放大镜在书里找地名，只要书里提到1%可能建新干线车站的，第2天就有大批拿着现金的东京中介冲进这个小村子。铁路还没开，征地还没完，资本就把20年以后的溢价提前给炒完了。1973年以后，日本全国的平均地价暴涨30%以上，偏远地区都翻了数倍。地价的暴涨直接推高了生产成本。紧接着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资本投机加上通货膨胀，直接演变成了当时极其惨烈的狂乱物价事件。楼市疯涨，必需品暴涨，日本普通老百姓发现，不光房子买不起，连去超市买个卫生纸都要排队分抢，所以民怨沸腾。田中的威望持续在下降。他原本想当拯救地方贫困的英雄，结果却成了推高全国物价的罪人。1974年，田中被迫辞职，随后因为美国人故意自曝的洛克希德金钱丑闻被逮捕。那田中到底倒下了吗？他的列岛改造计划被冻结了吗？如果是，那就太小看这位当代泰格了。这就是高能的第3次反转。田中角荣不仅没有倒台，而是开始扮演历史给他的那个知名角色——影子将军。他的田中军团控制了日本政坛数十年之久，一直到87年的内部叛乱，他留下的遗产变成了一只无法杀死的怪物。80年，田中角荣退居幕后，但他手下那支庞大的田中军团牢牢控制着日本政坛和当时的建设省，也就是现在的国土交通省的前身。到了82年，中曾根康弘上台，
他提出了民营化改革，和田中那套修路、国家撒钱、大开大合的方式完全相反，但他背后最重要的力量依旧都来自田中派。所以当时日本媒体给他的内阁还起了一个很难听但又很准确的名字，叫田中增根内阁。当时的日本财政还欠了一堆外债，也背不起那么多基建工程了，所以他换了另外一种玩法，叫民活。什么意思？就是利用民间资本搞建设。于是前面所说的上越新干线也正式通车了，交通也更加便利了，从东京到汤泽只需要1个半小时。恰在此时，故事又迎来了最狂暴的反转。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央行为了防止企业倒闭，开始疯狂的降息放水，利率一路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海量热钱从银行里涌了出来。这些钱在金融市场上转了一圈之后，突然发现交通网络现在是现成的，土地永远上涨的信仰还没有丢，连政客审批土地的通道也是摆在这儿的。于是70年代被冻结的列岛改造热在1985年以后借尸还魂了，爆发出更加恐怖的威力和破坏力。1987年，田中派的叛将竹下登正式成立竹下派，也就是后来权倾日本政坛的金氏会。竹下登也成了日本首相。为了自己的业绩，为了给当时银行放水的热钱找到出口，在他的推动下，日本国会通过了一项堪称国家级合法炒地的法令——综合保养地域法，简称度假村法。这个法案非常大胆，它允许地方政府把辖区内 20% 的农林和山地不用规划和审批，直接变成度假区。政策一出，全日本47个都道府县，其中46个向中央申请了建度假村。后面的那些地产财阀和建筑巨头给都笑惨了，他们开始顺着新干线和高速公路，在全日本的山头开始盖高尔夫球场，在海边盖豪华饭店，在雪山脚下盖度假公寓。当时高尔夫球场的汇集被当成股票一样来炒作，一个还没建好的高尔夫球场的汇集居然被炒到了1亿日元一个。所以整个田中派让日本社会学会了一种思考逻辑：地图等于预算，预算等于地价，地价可以抵押，抵押出来的钱继续来改地图，周而复始，永不凋敝。1989年，东京的土地总价值开始被形容成可以匹敌整个美国的存在。但东京并没有一笔可以买下美国的钱，所以要用日本土地做抵押，借出美金去收购全美资产。到了顶峰期的时候，全日本的土地总市值达到了2000万亿日元，大概是15万亿美元。但当时全美的陆地总价值加起来才3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你把东京23区的土地抵押给银行，借出来的钱真的可以买下整片美洲大陆，还顺便找个零。但他只是把同一个地块不断估价、抵押再借钱，最后在银行的账本上吹出一个和美国一样的泡沫数字而已。买下美国的不是现金，是估值。1989年底，日本央行连续5次加息，随后严打房地产融资，轰轰烈烈的土地神话在1990年戛然而止，人类史上最大的资产泡沫瞬间破裂。那些在80年代末被昭和中产分抢的汤泽公寓成了最惨烈的不动产废墟。到了2000年以后，汤泽一套5000万日元的公寓价格一路暴跌到只要10万日元，甚至有传闻说只要1块钱日元，送人都没人要。为什么？因为在日本房子虽然不值钱了，但你每个月还是要交纳几万日元的管理费和修缮基金，它不再是资产，它变成了终身无法摆脱的负债。田中角荣当年想解决的是东京过密、地方贫穷的问题，但到了80年代末，日本却得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结果，企业也好，金融也好，财富也好，继续向东京集中，地方得到的是一批依靠东京资金、东京游客和东京房价溢出来的那些短命度假项目。到了1993年，在泡沫破裂当中，75岁的影子将军田中角荣病逝，他的一生始于心系雪国，终于木白台的深宅大院。他的理想主义在资本的贪婪和政客的野心下，把日本带进了一个无底深渊。当新干线再次划过汤泽雪山，在白雪里那些冷清的公寓，像在无声讲述了那个泡沫时代千金散尽的黄粱一梦。用日本来看世界，这里 Simbiz， 我是额童，我们下期见。